Hello， 我是 Katie， 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的4、5月爱用品。那跟以往一样，就混合了生活类啊、吃的还有美妆的在一起。那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吃的，因为我现在很想要赶快把它吃掉，剩下最后一包就是为了留着吃给你们看。但是益美的 QQ 巧克力球，它里面是有那个软糖。那我最喜欢的是葡萄口味，它就是里面有葡萄软糖，然后外面裹着一层巧克力。我特别喜欢这种大包装的，因为这个大包装的啊，里面是这样子一包一包的小包装，所以就在你嘴巴很馋很痒的时候，这样子开一包来吃就好。因为它一般是那种一整盒的包装嘛，它一整盒开了，你就会不小心把一盒吃掉，那就会摄取太多的热量，跟不小心吃到太多的零食。那这样子小包装啊，你可能真的顶多就吃1、2包，你就觉得哎呦我已经吃2包了，你就会有所警惕而不会吃太多。所以零食呢，我只要看到这种小包装的，我是特别喜欢买小包装的。那我打开给打开给你们看，它这样子一包里面其实只有一直掉，它一包里面其实只有4颗，所以你要一次吃掉4颗真的还好，热量非常的低。然后像这样的小包装，你可以放在包包里面携带也是很 OK 的。它里面啊，我咬一半给你们看，应该啊，就没有办法咬一半，应该台湾人都有吃过吧？反正就是益美的 QQ 巧克力球，它里面那个 QQ 糖好吃。然后外面裹一层巧克力，就是厚薄适中。反正这个我是从小吃到大，我非常喜欢。好像也不是从小吃到大，虽然我蛮大才有，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吧，才有推出这个东西。反正自从我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之后，我就对它爱不释手。然后它后来推出这样的小包装，我就更爱。我常常包包里面都会放一包这样子的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是一件背心型的内衣，它等于算是有罩杯的小可爱，这是我在 Net 买的。然后它的料子呢，你看一下，有摸起来那种丝丝滑滑的。我特别喜欢的是它不收边的设计。你这样不收边呢，穿在里面，就算你外面穿的是很紧很紧的衣服，也不会看到你内衣的痕迹。然后它整个包覆性非常的刚好，就是松紧适中，它不会说松到你知道会觉得好像容易移位，也不会紧到会把你这边的肥肉勒出来。所以这个它整个的设计啊，我觉得真的超级棒。然后即使你穿可能比较低胸一点，这样子露出来也不会太难看，就是这边这样子领口露出来不会太难看，因为它的这个领口做的还蛮漂亮的。这一件应该就才300块左右吧，然后它有这样子浅色跟黑色的，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非常需要一件。然后它的料子很薄，所以穿着也不会闷热。好，第3个呢，还是一件内衣，是这样子无肩啊，它其实原本是有肩带的，你们看一下。它这边有扣肩带的地方，只是它的肩带被我拆掉之后，我就不知道丢哪去了，我都当成无肩带内衣穿。那像夏天，你如果穿细肩带啊，或者是那种平口的上衣，都很需要这种无肩带内衣。那无肩带内衣，你很重要的是罩杯的形状，你看一下它这个罩杯这样子收上来，所以不会说穿着的时候那个内衣容易跑出来看到杯子的痕迹，那真的很糗，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不是内衣穿太大才会这样子杯子翘出来。那其实不是内衣穿太大，是那个罩杯的设计不好。那这个罩杯的设计就是非常刚好这样子包覆性的，所以你这样子穿呢，不会说让人家看到上面这个内衣的痕迹。然后它整个这边的宽度也是很够，像这种无肩带内衣，你一定要选宽度够的。如果宽度太窄的话，你就会觉得穿着很没有安全感，好像举个手它就要掉下来了。那它这个宽度很够，然后整个包覆性也是很强，所以它穿着之后，就是你不管怎么扭，它都不会掉下来的感觉。我即使穿了这个抱小孩，也是非常的固定。所以这个我超级推荐。这个我是 Uniqlo 买的，我穿的尺寸是 M 号。我一般穿内衣的话是大概32C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穿正常的内衣了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尺寸是什么。反正我以前是穿32C，那现在这个呢，我是穿 M 号，非常的刚好。这个我超级推荐，我会再去买其他颜色，因为它这个包覆性还有整个弹性啊，穿起来不管是舒适度或是让你觉得安全的程度，像这种无肩带内衣，我常常会穿一穿，觉得好像没有安全感，因为这边少了2条带子，感觉动一下它就要跑掉。那这个不会，因为它整个真的就是让你觉得支撑性跟包覆性非常的够，所以安全性呢也是非常的足够的。如果你想要穿细肩带或是平口上衣的话，你一定要准备一件这样子的无肩带内衣。好，接下来都是美妆品了。那美妆品这一次呢，我有把地雷一起放进来，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一直在买东西嘛，那时不时都会买到一些地雷，所以我想说以后的爱用品我就放爱用跟地雷，这样子可以就比较及时的分享地雷给你们。不然如果我要收集很多地雷到
可能1年做个1次2次的地雷赏的话，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给你们一点提醒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会把我买到的地雷，或者是我收到什么公关品，我觉得比较不好用的，就一起放进来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当然先来看好的，第一个是一个底妆，这个 CoverMark 的草本正色粉底液，这个的妆效。我觉得它一开始擦上去会觉得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可是用久了你就觉得，这好神奇哦！它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妆感，可是对皮肤的修饰效果非常好。它擦上来你会觉得皮肤变平滑了，然后遮瑕度呢，差不多擦1层是会有中度的遮瑕，你会看起来很像没有上妆，可是你的肤质整个提升超级多。那如果你要比较强的遮瑕度呢，这个是可以叠擦的，你大概可以叠擦到有7成遮瑕力吧，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。你看我今天底妆粉底就是用这个，我没有用遮瑕膏哦。你们看一下我脸上的雀斑，是不是看不太到？然后我这边原本有一些痘印，也是修饰掉很多。这个的遮瑕度啊，我觉得是还蛮惊人的，因为它的妆感非常非常的淡，它可以称之为是裸肌感，可是却可以堆叠出几乎是连我的雀斑都可以完全遮掉的遮瑕力。然后它还有同系列的妆前乳。妆前乳我觉得也很好用，这个妆前乳呢，它是有一点点让皮肤变得更平滑的效果，没有说到那种补涂产品那么明显，可是你擦上去你会觉得皮肤变得更滑，然后上妆你会觉得底妆变得更贴，而且更持久，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。那它的颜色呢是有一点点浅米肤色的，我现在把它画开给你们看哦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如果是我没有要上妆的时候，其实我会单擦这一层，当做是素颜霜来擦吧，就它会提亮肤色，然后让你的肤质看起来比较平滑。那如果你有要上妆的话，用这个当妆前打底啊，你整个底妆的妆效会提升非常的多。所以这2个我用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喜欢。然后这2个搭配起来使用呢，就是我现在脸上这样子，你会觉得。自己讲很不好意思，但我觉得我皮肤看起来非常的无瑕，就是这样的搭起来的妆效真的超级美，而且持久力也非常够。就是以夏天来讲啊，需要加蜜粉，然后加了蜜粉之后呢，就是可以持久个大概8到10个小时吧。我用这个的持久力是非常非常的好的。但如果你的皮肤非常非常容易出油的话，你可能在这个之前再加一个什么控油的打底，然后上了底妆之后呢，再加控油的蜜粉在T字部位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持久非常非常的久。就这2个我非常推荐你们去试试看耶。这个 CoverMark 的，他们在台湾的柜不多，台北好像只有那个微风吧，还有哪里我不知道，反正你们可以上网查他们哪里有柜点。这个我真的超级建议大家要去试试看。那接下来，如果你要找局部打亮的话，我这几个月都在用这个 Ofra 的。那这个是结合了很多颗挤在一起，它是比佛利山妆盘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个。那这样5个颜色你就是可以混擦或是单独使用。像我今天呢，在颧骨上面，我是用这个米金色，扫一下给你们看。看到你看到它们那个亮吗？我这样随便摸2下，然后画过来那个亮。它的光泽啊是非常非常的细致的，然后我在鼻头需要那种很突出的地方，我是用这个白的，这个白的啊超闪，哎呀，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光没有办法显现出它的闪，我在镜子里面看到真的是超级闪的，可是镜头里面好像还好。然后呢，我在其他像下巴什么想要打亮，可是又不想那么亮的地方呢，我是用这个有一点带粉色调的，它擦起来不会很粉，有点香槟粉的感觉，这样子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然后这一盘里面，我觉得我最用不到的是这个橘橘的，这颜色看起来有点尴尬，我画给你们看哦，就是它会融入皮肤里面。它可以当成一个眼影打底色啦，可是拿来当打亮没有效果，也没办法拿来当修容，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个颜色很尴尬。那另外这个颜色呢，它可能算是有光泽型的古铜色，你看一下，就是很亮，它这就是一个铜的颜色，也是可以拿来当眼影色。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拿来当打亮，或者是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很欧美妆感的，可能可以当成是古铜粉吧。但是我基本上这个颜色我就只能拿来当成是眼影。那这一盘里面我最常用的就是这3个颜色嘛，我觉得其实有这3个颜色就已经足够了。因为这个白真的很亮，你看我鼻头那一点亮。
然后像这个啊，就是细致看得到，可是又不会太夸张，然后不显毛孔，不显皮肤纹理。Ofra 的打亮真的很好用，你去摸摸看。它现在已经进来台湾了，有些零食柜吧，你去摸看，它这粉质真的非常非常细致，然后它打亮效果是这么亮，你看一下我颧骨。这么亮的状况下，完全不会显肌肤纹理，然后也不会有那种粉感、粗糙感，这个真的太好用了啊！我漏掉一个妆前打底，它可以当成是保养品，也可以是妆前打底，它是这个 Makeup Forever 的精华。那这个呢，它真的太好用了，它超级好用，我推荐给朋友，然后朋友用的时候也是真的差很多。它挤出来啊，你会觉得说，就是一个玻尿酸精华的感觉。那你看抹开来这样子，然后吸收力呢非常的快，就是你在抹完的同时，它也就吸收，然后吸收完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啊。但是你上底妆你就知道，它会让底妆变得更贴合，而且更持久。然后呢，它会让你的皮肤保水度变得超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它真的吸收之后，你就是觉得没有东西啊，可是它却是大大的提升皮肤的保水度。像我很懒的时候，我可能洗完脸拍一个化妆水，我就擦这个，然后就上底妆了。那个底妆的贴合度啊，比你前面叠了7749层保养还要好。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用，我觉得它完全就是可以媲美那种什么新蜜的安瓶，它就是一整罐的安瓶的感觉，它真的帮助贴妆的效果真的超级好，超级好。那我前面介绍一些打底跟底妆产品，如果这些东西你们要搭配用，要怎么用呢？首先你就是洗完脸做完你的保养，那你保养可以步骤少一点，可能就是化妆水，或者是化妆水直接跳过也没擦，然后加一个保湿精华，或者是你什么都不要擦，你就可以先擦这一罐，当成是你妆前所有保养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擦防晒，就现在擦，擦完防晒再上这个，这就是你底妆前的最后一道步骤。这个会提亮你的肤色，然后让你的皮肤更平滑，也加强后续的持妆。然后你最后再上粉底，接着可能你要上蜜粉啊、定妆喷雾什么都可以。就是如果你这些东西要搭配的话，你可以用这样子的顺序来使用。好，再来是一个超级便宜到不可思议的眼影盘，这是 Wet n Wild 的10色眼影盘。这个我是请美国代购买的，它价钱是多少？应该是8.99美金之类吧，反正价钱超级神奇。然后呢，我喜欢它是这种蜜桃色调，就是夏天你就会很想擦蜜桃色调的眼影啊。你看一下它的显色度，我擦这个有点橘的跟这个粉的，它显色度非常的好，你们看一下，是雾面的哦。我刚刚沾这两个颜色都是雾面的哦。然后它的显色度跟匀粉力，就是你不会擦上来觉得说有那种很干结块抹不匀的感觉，没有，我就是直接手这样沾的抹上来，不觉得它的这均匀度是非常好，显色度也非常好的。然后像珠光色呢，也是很显色，看好了，看好了，你们看一下珠光色，它的珠光亮片啊，不是很粗糙的颗粒感，然后它的亮片是有点那种偏光金色的。漂亮啊！它里面这3个颜色呢，让我觉得这一盘真的是太超值了。即使只有这3个颜色，卖我8.99，我都是会觉得哇塞，这也太佛心了吧！那结果呢，它里面还有很好用的2个颜色，就是这2个大块的。如果你皮肤白的话，这一个可以当做是鼻影的颜色，然后你也可以当成是眼影的第一层打底，就是调整你一下眼皮的颜色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它除了是可以当眼影的主色或者那种眼折色之外呢，还是一个很漂亮的腮红色，它带有一点点砖色感的，就是砖红带梅子色的感觉。你看哦，它是可以当腮红的，就是传说中的着色腮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颜色当腮红超漂亮的，你不觉得这一盘这样子的配色真的是天哪，太佛心了吗？才就是不到10块美金呢，你光是这几个颜色就该买啦，这个真的超欠买，这一盘真的超欠买。如果你要找美国代购买东西的话，就顺便下单这一个吧，这个真的太好用了，它的粉质是令人惊艳的。然后里面其实用不到的只有这个蓝色吧，但我今天还是硬用，我今天眼下就还是用了一点这个蓝色，看起来还好，没有很怪，可是看起来有点脏脏的。那这个蓝色是比较不日常，那其他颜色其实都是用得到。这盘好，这盘是我手上目前最超值的，就是 CP 值最高的眼影了。就是它。好，再来是唇彩，
L'Oreal 这个小蛮腰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。我在用到这一款之前呢，原本是觉得 Bia 这个也是雾面的非常的好用，然后呢我就包色了，因为我想要做试色给你们看。结果包色回来，我试色也拍好了，之后呢用到这一款，我觉得这款完全赢啦！这个的妆感、妆效还有使用感受都赢过，都胜过它。所以这个呢，我就觉得很就买回来了，然后也拍好了，但是我现在不想推荐，就只能让它尘封回抽屉里面。那这一款呢，就 L'Oreal 的小蛮腰，我特别喜欢这2个颜色。首先这个比较浅的是316号，它是干燥玫瑰，带有一点点土色调的感觉，就是它有点那种藕色感，就带有一点点的紫。那这个的带有紫啊，不会让你的脸看起来变灰，它反而是很衬肤色。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日常可服用的土色调，我觉得这个316非常的推荐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找一个看起来就是很温柔婉约的颜色呢，是这个314，它擦起来就是标准玫瑰色，你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颜色超美的。它带有一点那种微微紫红色调的粉色，这个就是不管是白皮、黄皮、健康肤色，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妆容、什么样子的穿搭，这个都可以搭。而且这个颜色做摇唇也是很漂亮的，所以这个颜色我超级推荐。就这一款啊，它的使用感受跟妆效跟 GA 那个纯粹真的非常非常的像，可是价钱1/3不到吧，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CP 值非常的高。然后它唯一一个小缺点就是味道，它的味道就是一个香精味，一个廉价的樱桃香精味。那我自己用是觉得它没有说到你一擦上去就会觉得有点好臭，是不会，你擦完之后就闻不到的。可是如果你对于味道非常敏感的话，这个你一定要去闻闻看，看你会不会就是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排斥。那如果味道你能接受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妆效真的超漂亮。它是雾面的，可是它的雾中呢是带有一点点丝绒光，你这样把它抹开会看起来比较雾。你看我还没有抹过，它是有个光泽感。那抹开之后呢，是稍微丝绒光的这种微微丝绒光的雾面啊，是我最喜欢的妆效，因为它不会显唇纹，也不会让你觉得干，然后擦上来那个颜色的呈现，真的非常漂亮。这一款我极力推荐你们一定要去屈臣氏摸摸看。好，再来是地雷的部分。第一个呢是跟刚刚 Mega Forever 这个我很喜欢的妆前精华同一个系列的唇部精华。那这个没有到雷，没有到不好用。可是呢，我觉得以它的价钱来讲，让我觉得没有哪里好用。就是比较贵的东西，我会希望它非常非常的好用嘛。可是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没有哪里好用，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护唇膏，然后滋润效果啊，跟就是可能你后续嘴巴的感受都没有说让我觉得哇好厉害、好惊艳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会列为 CP 值非常低，它没有到雷，可是我觉得它的 CP 值非常的低。那我会现在讲这个呢，是因为我前面很推这个嘛，那我想可能就会有很多人跑到专柜说要去买这个，然后因为他们是同系列，所以他们柜姐很有可能会一起把这个推销给你。那我就先提醒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没有效果的，那你可以试试看，搞不好在你的嘴巴上效果是非常好的。那以我来讲呢，我觉得这个我是不会推荐的。好，再来地雷之2呢是贝卡的水蜜粉。这个东西在美国评价非常的好，而且大缺货，我等了大概3个多礼拜才买到吧，然后收到啊，我觉得天哪，这东西怎么回事？它让我底妆结块，就它真的使用感受非常的好，它是水做成的蜜粉哦，你看它里面是松粉，可是你拍在脸上的时候，它会化成水，你在拍这个蜜粉会很像在喷定妆喷雾，然后凉凉的，非常的舒服。可是我一拍上来，我的底妆就结块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一定是我的问题，一定是底妆的问题，所以我隔天就换了别的底妆，但是它还是结块，而且我还半测试，就是一边用别的，一边用这个，然后只有用这个的这一边结块。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问题，因为它评价那么好，大家那么爱它，然后还大缺货，我好不容易才买到，然后我居然不适合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我不想把它归类为地雷，那就只是它不适合我，我不适合它。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买这个的话，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亲自去试用看看。如果你适合再买，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试用到这个东西的话，因为贝卡不是全世界很普遍的牌子嘛，你如果没有办法试用的话，我觉得就
这个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买，因为我看评价就是使用感受很好，可是它也不会说有什么特别漂亮的妆效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很必要存在的东西。好，再来最后的地雷呢是威廉威尔的刷子，我挑出来这3支是我觉得最难用的，这真的超级难用。威廉威尔的东西我通常买的都很喜欢，就这3个刷子让我最失望，尤其是这腮红刷真的很奇怪，就是它抓粉力超弱。超级弱，你要一直撸，它才能沾到一点点粉，然后上到脸上又不均匀。这刷子我超级讨厌，用几次我就很想丢掉它。然后呢，这个眼影也是抓粉力，然后呢，这个眼影刷也是，你们看一下，认明它的形状，它抓粉力也是弱到你会觉得天哪！而且它好不容易这样一直撸，它抓到一点粉之后啊，你上到眼睛上啊是完全上不匀，它的匀粉力也是弱。这几支刷子真的是，然后这个斜角刷也是，我现在试这个斜角刷给你们看哦。你看我用这个斜角刷沾这个深咖啡色，然后涂在这边，涂在这边。接着呢，我用我喜欢的 Sigma 斜角刷，一样刷给你们看哦。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粉上的均匀度，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吗？我觉得镜头上面看不出来，可是我肉眼看啊，它这个刷起来就是你知道，就是那个粉看起来就很粉，可是用这个刷子上起来就是一个雾感，很均匀的颜色。反正这2个啊，你这样子做比对，真的就差很多。这个上出来的妆效就是一个丑。这一组刷子啊，好像一组10支吧，我没有买到一支觉得说哇这个好好用，我想要推荐都没有，只有这3支我觉得好烂，我就要跟你们讲，这太烂了，不要买。威廉威尔的刷子它虽然很便宜，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没有 CP 值可言，因为它不好用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个月的爱用品还有地雷分享，喜欢今天的影片，然后也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爱用品，或者是你踩到了什么雷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